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去跟人家吵架啦，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30岁了，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还会自我怀疑一下，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这几个月的我呢，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所以我交给了 SEMI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外汇大家都听过了，什么是 SEMI呢？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了，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都是他们在操控，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所以 SEMI呢，其实很简单，最低门槛500块美金，什么都不用做。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不多，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当然，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还有机器人的表现，先进群了解看看啦。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投资有风险，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Toyota GT86 试驾过了哈，大家期待已久的 Toyota GR86。听不到那个滴滴的声音了。Hello， 大家好，又是艾德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我身后面有一辆 Toyota GR86，这辆车当年推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Manual 295千 ，Auto 305千。这辆车在我身后面，注意看它的车牌哦，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它不是四方的，代表它不是 Japan Spec， 确确实实的马来西亚本地新车，真的是佩服车主啊，他可以用300千来买一个 GR86。FK8、FL5 不香吗？当然 GR86 有它的味道，驾过人都会欣赏它的后驱，还有它的几乎前50后50的这个重量，喜欢操控人都会对它情有独钟。这个心得呢，是自从我跟 GT86 相处了大概1个礼拜所得到一个心得啦。走，我们去看看一下 Toyota GR86，Let's go。Alright guys， 这个是一个第2代的 GR86， 之前呢叫做 GT86， 代号呢从 ZN6 升级到 ZN8， 比起 GT86 轴距增加了哈，现在是2575mm 的轴距，长了25mm， 矮了10mm， 所以车身长度为4265mm， 1775mm 的宽度，1310mm 的高度。我记得以前呢，它的这个重量比是前50后50的，可是来到这一代的时候呢，它就做不了了，因为它的这个引擎的这个 CC 变大的关系，所以现在是前53后47的这个重量比，但是也是几乎前50后50啦，开起来也是相当不错的哈。这个是它的车钥匙啊，跟Subaru长得一样的，比之前长得好看。这是锁门，这个是解锁 Toyota logo。还有一个开启尾箱 ，LED 的日行灯会亮起，还有这个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这个前脸其实我觉得蛮斯文、蛮好看的，见仁见智啦。总体来讲，我喜欢这个车头，这里有几个洞，它可以进风，让你的轮胎降温哦。除了之外呢，这里还是有一个 signal 灯。OK， 这里后面还有出风，它的风到了这边呢之后，它会进行一些切割。后尾呢，看久了是长得不错的，之前一看的时候，哎呦，这个灯像被扎的，现在 OK 了。后面还有微微鼓起，类似像小尾翼这样，如果加一个压尾的，的确是不错的啊。后面还有 muffler 的哦，这辆车是完全是没有改了，全部原装到完了。打开后尾箱的方式呢有3种，一个是在车里面按，一个是在钥匙这边按，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touchpad。
怎么说都会比 Toyota Supra 好很多。虽然这辆车呢跟 Supra 价钱相差一半 ，Supra 呢后面就没有这个电磁阀的。然后如果你把门关掉，这个尾箱就开不到了。然后它的缝很小啊 ，Supra， 然后你的手指会很痛，要塞进去。这个要 Supra 的车主才懂。可是，在 GR86就没有这个状况了，很方便的让我把这个尾箱打开。备胎会有一个不包着啊，因为这个备胎是原尺寸的，加上尾箱又没有这么深哦，所以呢就这么大力放在这边会凸上来。尾箱呢明显呢就比 GT86 小了，因为 GT86 是平的，也蛮深的。2人出门带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啦。这里还有一个刹车灯，解锁看一下它的这个哦。这辆车是一个后驱车，可是呢，前后都是用这215 40R18的轮胎。马来西亚新车呢，给这你 Michelin 的 PS4， 没有错的话，这个轮圈是 BBS 的，蛮漂亮的。后面有一个 Single Board 的刹车卡钳，后面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原厂的底盘设置，前面麦花臣，后面为一个双 AB 的设置。那很多人一定会问哦 ，GR86 跟 BRZ 的这个操控有没有不一样呢？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GR86 就比较偏爱甩一点，因为 GR86 前面的弹簧呢，它降低了7个把弦，后面的弹簧呢高了一个11把弦，防卫杆是实心的，然后 anti-roll bar 呢是实心的。至于仰角这方面呢 ，GR86 是用锻造的哈 ，BRZ 就是用铝造的。还有就是它后面有一个好像类似 subframe 啦，我们叫副车架呢 ，BRZ 是锁在车上的，可是呢 GR86 就在副车架上面，所以可能呢有时候架起来就比较爱甩尾一点点，车身会动摇一下下。再来就是 anti-roll bar 啦 ，GR86 是实心的，也比 BRZ 的小一个0.3 mm 左右。前面呢大概3根手指啦，双活塞的刹车卡钳也是215 40R18。这辆车呢配搭着一个无钥匙进入，只要你的钥匙在身上，你靠近这辆车呢，里面就会亮灯了。这边有 touch sensor。OK。然后它还是一样无边框的门，黑红配搭的内饰哈，都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设计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尤其是这张座椅的话，脖子这边都会比较有支撑性了。座椅这边类似像 semi bucket 的还是手动调节，而且这个好像比上一代凸起来更多。这些 button 升级了，看起来都比较atas 一点点，可是按起来就很日系车有。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置杯架，这个很棒，它高，所以我放东西都很棒。这边还有一个洞，我可以放手机。Romance use 3 pedals。你看车主哦，这辆车都不到5000公里，纸袋还没有完全拆完。这是打开车尾箱，这是头灯调节高度，方向盘的皮革的质感感觉还不错。这边多了 ACC 跟车，祖巴路家的 EyeSight， 那这些安全系统都有，盲点侦测啊什么都有啦。这个按键按下去的这个质感还不错，很神奇哦。这辆车不是日本车咩？为什么它的这个 signal 是在左手的？哦，奇怪哦。那没事，我们先踩一下离合器，这里有一个 Start Button GR。哦，好多动画 ，Jam， 它的 signal 呢就是很特别哦，这一次看到吗？你把它往上拖完，它还会回来原位。然后如果你要解除掉的话，你可以按一下。第一格呢，就是它会一键闪3下；第二格呢，它完全就是等你转向完毕了之后，它才会关掉，不然就是你要手动关。冷气的控制跟之前差不多，可是它的设计就换了，更加的时尚。我很喜欢这样子哦，这个可以显示它的温度，所以它是双区恒温空调。大热天上车需要很冷的话呢 ，Max AC 在这边很方便。这个压缩器关闭 ，Auto， 然后这个是 Front and Rear Defrost， 它的按钮是还不错哦，这里还有 Mode 哦。这个 mode 就是更换你的冷气出风口要从哪里出来，6速的手动变速箱，很奇怪哦。买新车的时候呢，Manual 会比 Auto 便宜，可是当你卖的时候啊，Manual 反而吃香过 Auto 啦。换去 R 的话呢，这里有个小拨杆，也是好啦，方便。然后这里还有防火系统关闭，多了一个 Track Mode 啊。如果我把它长按哦 ，OK， 那它的防火系统会关闭一半吧，转速表度稍微的不一样啊。有一个手扶可以开，还是皮革的，之前 GT86 没有的哈。那手刹也是一样，跟 GT86 一样。这辆车还有座椅加热哈，这马来西亚都没有的用。这个中控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它的唱机啊，马来西亚版就没有 JBL 啦，有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我们打开车头灯好吧，远光灯 ，Yes， 打开引擎盖。那如果要到后座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小拉杆，一拉，驾驶员那边也是有的。椅垫很长啊，如果你的椅子向后退的话呢，
那腿部空间就没有怎么样了，坐进来是可以啦，不错的。身高173，就比较稍微辛苦一下下，做远途就很辛苦了。我的头几乎是敲在这个玻璃上面，头要歪一点哦。大热天的话就照到我的头、我的眼睛了哦。身高不高的话是 OK 的，前面的椅子就要往前面推一点，不然我的脚都不知道放哪里，没有中央扶手，不适合我的身高。哎呦，一键上下，好多。这里还有一个设备箱，它用的用料比较。感觉还收啦，全部都是硬质塑胶，它的塑胶不会太廉价。Real Man's Car 不会有太多花俏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真正驾驶员的车来的。这副引擎呢，从 FA20升级到FA24，2.4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水平制引擎，我们称为叫 Boxer 啦。原厂可以产生232匹马力，在7000转的时候，还有250个牛顿米。从3700转的时候就开始爆发最高扭力啦。它跟 FA20有一点不一样啊，内置引擎要在6000转才能爆发最高扭矩，而这一辆车3700转已经来了，也是一个好事，我不需要一直拉高转哈。然后它的活塞呢也升级大了，之前是86×86的短冲程，现在升级到94mm的 piston， 也是86mm的冲程啊。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提升它的低扭的时候所得到的扭力啦。Oil filter 跟之前一样，还是放在这边，还有2个 front strut bar， 就这样原装 is the best 哦。铝合金的板，然后它的 fender 也是铝合金，车顶也是铝合金，所以这代有点透气了啦。但是大概也要1300公斤左右。车头的确我蛮喜欢，蛮好看，斯斯文文哈。车尾呢就见仁见智啦，我个人是觉得 OK 啦，看久了好看。如果是要更换一些资讯的话，这边还是可以的哈。哇，你的油耗是10.2 liter per 100 km。所以你是打97啊？因为有人跟我讲是要100跟98，那97可以是没有问题啦。这边还有一个，可以看油温呢，90度。你看它的资讯比起 pre-facelift 的 GT86 好很多，因为 facelift 至少还可以看一些油温、水温啊这些。还有 G 值哦，它的扭力输出马力，这个还可以跟算 lap 哦，这些是跟车系统。就是 SRH 是什么意思啊？Driver Assist， 对，这些没有了。Eyesight Warning Setting 这里就不能调了，这里就是 Trip Reset， 这个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这个辆车有自动补油是吗？那个 Rev Match 啊？不确定，不确定啊，我等下试一下懂啊。也是一样没有 Auto Lock 啊。这辆车的这个离合器加起来哦，真的很像我之前加的 GT86 一样，原装软软的，所以基本上哦。如果你讲你很怕，sorry 啊，我一直忘记了。这辆车为什么它的 signal 会是在左边呢？真的是不明白。OK， 我是说这辆车的离合器呢，它其实很足够，很适合让我们日常生活驾的。它的那个咬合度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踩踏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的，我认为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很多人在 complain 啊，我要日常生活驾的我，基本上你没有太塞车出门的话 ，OK 啦。很好驾还是，而且我感觉到它的这个隔音好很多，尤其是引擎的释传出来的声音哦，是真的小了很多。可是你的这辆车现在才5000公里不到，我试看有没有降档补油啊？没有，要我们自己来做啊。其实这辆车的引擎在上一代这个 FA20啦，在第一转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有莫名其妙那种，好像 wash spring 那种敲打声音，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感觉上好像加了一个老款的波顿沙嘎，这样好像那个 engine 要纯掉的。可是这个是正常的哦，连这辆车现在这么新的这个状况，我还是听到有稍微一点点。它不管你打什么油的关系，只要是它的引擎的设计本来就是这样。驾过人的都喜欢 GR86， 他们都讲这辆车才比较好驾，因为它低重心嘛，后驱，然后 Yaris 呢，你一坐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椅子要改低一点，我的这个车身要再降低一点。可是 GR86 不用紧，原装已经是这么低啊，你坐的这个视野的角度这么低，然后它的那个车身还是很低啊，所以感觉上不用改的感觉，然后给到你那种热气啊。这个离合器刚开始的时候上手要有点适应啦，因为它的咬合度有点模糊，它不太清晰，所以你要驾一段的时间。我驾 GT86 的时候都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才来适应那个咬合度到底是这样，才把它换挡换得比较顺。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 GR86 呢？虽然你讲你喜欢 Yaris 多一点，刚好那时候选择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时候 GR Yaris 已经没有出了。
哦，哇哦，那时候是等新款的，但是新款的去年年尾才出，好像是12月才有那个 facelift 那的版本 facelift 才有出嘛，然后到今年2月才真正出价钱，所以太迟了一点啦。但GR86其实也不错啦，比起其他的，比起 Supra 来讲，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啦。可以讲它比较 balance 一点啦，因为讲它的马力都不太大。那个 turbo 来讲，你一踩油就那个车很暴力啊。所以如果以一个新手来讲的话，其实 GR86是挺不错一个练习的车啦。那这辆车其实也是很可爱哦。在日本的话呢，它有一个叫什么 spec 啊？它是最 low spec 的，它有一个铁 rim。然后给你一个 eco tire， 然后唱机都没有那种因为有些人买车就是要回来改，哎呀，我给你这样好 rim 来做什么啦？我给你一个普通的 rim， 然后你自己改你要的 offset， 你要的轮胎，所以它就是整辆原厂车出来就是一个 Gosong 的，应该爱赛也没有那辆车，也没有。Yes， 对于未来的话，你有想要改装吗？这辆车？刚开始拿车的时候，我也比较想改它的 brake，其实感觉给我来讲不是很刺的，而且它好像很硬这样，它的 brake pad，所以有时候被踩不够这样子。当你以为踩很多，但是其实你踩那一点点而已。有没有想过好像要玩 turbo 啊 supercharge 那种啊？没有，我比较喜欢 NA 多一点。也是一个 NA gang 哈。高转自吸的这个魅力，我们自从加了自然吸气，再到的美都是自然进气。基本上这辆车在塞车的时候脚不会太酸。第一，除了它的这个离合器没有这么重之外，很轻很轻。现在的新车MX-5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当你1号牙你放完那个离合器的时候它是走7 km/h 左右的，所以它很好让你慢慢的溜，好像加 Type R 的感觉。所以我是很喜欢这种短的这个 ratio。2号牙就大概10多 km/h。你就不用一直踩 clutch 了嘛。打9气的话，打满多少钱啊？大概都是150这样子的。像你有算过它可以走多少 km 这样子？400。我可以走400。因为我驾 GT86的时候原装没有 tune 嘛，感觉到它的油耗不会讲很耗油的。我们换去 track mode 试一下。当 track mode 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引擎的这个声音会更大声，它声浪，据说它是从引擎室吸那个声音进来给我们听啊。是要在高转我们低转的时候几乎都是听不到，很好听，哇！大家听一下高转的声音，这一档3号牙去4号牙的这个 ratio 有跟 GT86 有点不一样啊。这辆车其实GR86它这么新的车啦，它其实不应该有像那种开起来像 A186那种屁股特地你收油跟踩油很大分别，它会好像为什么那个轮跟那个车身屁股会分开那种左右扭摆那种感觉，其实它 GR86是故意的。BRZ 不会有这样子的，因为它的 subframe 它的副车夹的上面，它锁的方式跟 BRZ 有一点不一样。BRZ 是直接锁在你的 chassis 你的车身上面的，这辆车不是它是锁在它的副车夹上面，所以它会特地有一种屁股想要扭一扭那种感觉，很闹别扭就好像一个野蛮女友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让你觉得很开心，加起来。而且在这个年代来连那个 Corolla Sport 它不是 GR Corolla Sport 而已的manual它都会给到这个自动降档补油的这个功能，可是，在 GR86它竟然不放，它就是要我们就是有那种原始的驾车的感觉，就是那个考你的技术的时候了啦。我发现到当它这个自动刹车那个什么功能一滴得到东西的时候，它会 cut 我的油所以它会 brake 一点，brake 一点就不会再去了那个车。我真的很靠近还是在 brake 死了嘛。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 track mode，traction 会关一点点，然后我们就 AC off。OK， 来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好吧？哇听不到那个滴滴的声音了。它有没有
有那个，它不是有一个 shift warning 滴滴滴的？你关掉了？没有关掉，我没有开。因为我到了红线，因为这个其实那个 RPM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除非你这个我还看到这个还 OK， 比较清楚一点点，不错哦。这粒引擎如果可以移植到 GT86 的话，就 OK， 就 best 有力。而且我很喜欢这辆车的整个坐姿上面，我很容易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坐姿，然后我的手跟这个它的换挡很顺手，不会打架的感觉。110 km 把握大概3000转，跟之前的差不多。声浪 good。还有你 detect 到东西，他又跟我。可是要关掉这个，要瞬间把它这个安全系统关掉的话，它一定要进到 setting 里面的它没有了一个快速的button按的。那个 safety 的一定要从那个荧幕里面操控。这辆车你第一次驾的时候在过弯上面，你会觉得有一点怕，因为当你收油的时候，那个车头又对准 ，OK， 你踩着油去的时候又好像有一点推头的感觉，其实不会，它的转向，你看，很好玩的这样子，太开心了。讲真的啦，我虽然都是驾过原装车而已 ，GR Yaris 跟 GR86， 选哪一个？我选这辆。虽然动力可能有时候 GR Yaris 可能可以再升级，因为 Turbo 嘛，300匹。然后有力这辆车的提升太多了。然后它这辆车的这个chassis呢，也比上一代 GT86 提升一个58%的刚性啊。然后车顶、fender 跟引擎盖大量采用了这个铝合金，所以毕竟这辆车的整个车身都感觉都非常的 solid， 非常扎实，比上一代感觉灵敏很多。虽然它没有像以前这样前50后50，这样是几乎啦，前53，后47。也是 OK， 加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哎呦，要去适应一下它的那个 clutch。Yes， 这样你 train 好了这个 Tuto 了Tuto 还在train 着，要一段时间去哦。看来高转窒息魅力。真的好驾扭力的感觉呢，也不会像之前的 GT86 要在6000转它才爆发最高扭矩你会发现它明显的6000转，那动力才会来。然后这辆车不用3700转已经爆发出来了，所以几乎啦，你不用拉到很高转，你都感觉到那个车一直在去。看我的油，所以是有一点危险这样的，就是我要超车的时候，它侦测到前面有车，它就给我把那个油砍掉。OK，standard 这个弯呢，我觉得就会用一个时速大概120，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操控怎么样看来做不到了有了，120左右了。哇，这种感觉太棒了，车身一点侧倾都没有，就有如我讲的，当我在 GR Yaris 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感觉，我要把这辆车降低，那个椅子我要把它降低，因为视野真的是那个座子太高了，然后换那个椅子，会有那种想要改的那种感觉。可是 GR86 我就觉得原装已经很好驾了不用改了，椅子都够用，然后它操控性真的很棒，好正啊！Thank you。看我过一个完全没有压力，没有侧倾哎呀，
那个 clutch， 哈哈 ，damn。它的这个 power steering 虽然已经是走了这个电子的助力方向盘，可是我感觉到还是 GT86比较更加直接的感觉了。虽然这个已经不错了，感觉 GT86有点类似像加hydraulic这样。GR86就稍微有一点电子介入啊，可能它应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 lane departure 啊，对，所以它东西用的不一样啊。Alright， 很喜欢这辆车，不错。所以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影片要干什么呢？冲上云霄了，我们的藤原豆腐，藤原破海。Yes, thank you。谢谢老板。OK， 得空去 follow 他的 IG 啊，这辆车好驾。买旧车来干什么呢？买这种新车什么都不用烦 ，aircon 又冷啊。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Goodbye。